抄3遍，来，席瑞有请。老实说，看到今天这道题，我真的很不舒服，因为在我的眼里面，下班后不回工作消息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？我觉得这道题，难道不应该问问那些老板同事，该不该在下班时间发工作消息吗？我觉得生活就像奇葩说，不断给我们出难题。我们为什么焦虑这个议题？是因为我们已经被下班后的工作消息打扰得不堪其扰，我们享受不了下班自由。但是，比起急于回答他们，更重要的是先弄清楚这是谁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题目啊，还有一个比较狡猾的地方，就是它给你一种错觉，让你觉得什么时候回都可以。但是在职场人眼里，不及时回复的消息根本不算回。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工作软件都要设置一个已读不回。所以发现了吗？这道题从一开始问的就是我们该不该及时回，因为被占有永远不是结束，从来都是开始。不要跟我说一条信息嘛，能耽误你多少事儿？你知道奇葩说编导给我发催稿信息的那一刻，是我刚在一起的伴侣正要给我的第一个吻。你以为你打断的是一个 kiss 吗？不是，是那天晚上他无心在对我做任何 romantic 的事儿。他变了。也不要跟我说一条信息嘛，能花你多长时间？我从公司出来已经晚上12点了，你怎么不问问我离下次上班还有多长时间？更别告诉我，公司买的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的时间。公司买的从来都是规定时间内的劳动，不是也买不起我的整个人生。这通信息的确不是生活和工作的分界线，它不是在侵入生活。因为我们的生活都还存在，没有被剥夺。但是你知道更残忍的是什么吗？它保留你的生活，却不让你掌控生活的节奏。下班后，不管我们在干嘛，在见谁，不管我们上一秒在哭还是在笑，一旦收到这条信息，我们就像被摁了遥控器，要1秒钟切换到工作状态。是的，这通信息没有让你无时无刻不在工作，但它让你每时每刻都在为工作待命。而待命是最消耗和折磨的状态。你不知道这条信息会不会来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，于是从下班开始我们就开始焦虑，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要掏出手机检查一下，甚至洗澡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，连睡觉都不敢开静音。这条信息传达的是我们已经不配享有一整块休息的时间，而只能被迫学会在随机的时间碎片里面安排自己的欲望。可是人不是机器，开机就能重启，生活也不是游戏可以随时暂停存档再接力。我们面对这条信息，我们生活还在，我的生活没有被偷走，但是我却没有了对生活的期待。我觉得这个信息还有一个令我迷惑的地方，如果说下班时间该回工作消息，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反过来，开会的时候和朋友聊八卦，做 PPT 的时候和情人讲骚话，就要被老板不让了呢？发现了吗？这道题里还透露出对下班时间的歧视和偏见。它可以随时被打断，但是工作时间不可以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工作是专业的、是复杂的、是严肃的、是需要责任感的，而其他时间呢，是娱乐、是消遣、是琐碎、是无聊、是点缀，甚至对这段本该丰富多彩的时间，我们对它只打包成4个字，通通都称作下班时间。而我的疑惑是，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连时间的刻度都得依照工作的节点来划分吗？难道做一顿精致的晚餐不需要全心全意吗？欣赏一部电影不需要全神贯注吗？我承认，当一个打工人不容易，可是当一个孩子的父亲，当一个丈夫的妻子，当一对头发白了的老人的孩子，当一个对生活还有热爱的人，难道就容易吗？这道题
谁都可以告诉你要回，谁都可以不在意你的情绪，只有你不可以，因为你是你自己最后一道防线。最后，我想说这个题的重点其实不在回不回，重点在应该。如果这件事儿成了应该，那你剥夺的不是我休息的自由，而是我委屈的权利。如果现实已经充满了无奈，起码也允许我们可以抱怨的回，不满的回吧。承认这件事不该，是在拍一拍那个辛苦工作了一天还要继续营业的自己，对他说一句：你的情绪没有错。我觉得这道题没有给打工人留下最后一丝体面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在一次又一次本该正确的事情上面，我们总是那么容易的轻易怀疑，直到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都可以随意贬低，甚或是放弃。996是怎么当初被写进企业文化的？是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1万个我们，在今天选择了回复这条消息，在你人生的啪啪钮上拍下了红键。下班时间回工作消息不应该。我知道，哪怕今天录完影，大家走出这道门，拿到手机那一刻，还是很无奈地回复了工作消息。但我希望我们都还能记得，如果现实让我们匍匐前进，是因为我们双脚压满了石头，而不是已经忘了要如何站立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